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有外族在我们的边疆周边围绕着。在西晋以前，边疆部族与中原王朝互有往来，无论是战争或贸易等。到了西晋之后，因为长期的内乱、八王之乱，导致国力衰退，无力外顾，西晋边疆的各族纷纷入侵中原，并建立政权。西晋甚至因为外族进攻而导致灭亡，而无力逃难的百姓则在这些外族的统治下水深火热地残存着。中原基本上进入了黑暗时代。这个中原的黑暗时代对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西晋灭亡后的北方五胡16国，从黑暗入光明的时代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文明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五胡16国这个词只是这个时代的统称，那时的中原地区不仅仅只有五胡16国，实际上无论种族和国家都远超这个数目。至于为什么叫这个时代为五胡16国，这是因为北魏史学家崔洪撰写了一部史书《16国春秋》，记载当代最重要的16个国家，因此后世学者才称这个时代为16国。而五胡泛指匈奴、羯、鲜卑、羌和氐，但这五胡具体指哪些种族，实际上一直是历史上的难点。直到元朝历史学家胡三省在备注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将五胡定义为匈奴、羯、鲜卑、羌和氐后，这个说法才开始广泛被接受。五胡16国是个混乱的时代，我在整理这个时代时，发现几个关键字一直浮现在我眼前：建国、灭国、复国。这个时代的国家常常变来变去，因着各种原因，一个国家可以分裂，可以被灭，可以投降，可以复国，也可以一统后再次分裂。这样变来变去的状态，实在不是前面几个大一统的时代可以比拟的，甚至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这个时代这么混乱。虽说如此，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很清楚地定义这个时代的起讫点。这个时代开始于公元304年，汉赵成汉立国，结束于公元439年，北魏灭北凉，统一北方为止。在公元304年，率先立国的是汉赵和成汉。汉赵是由匈奴的刘渊立国，而成汉则是由氐族的李雄建立。这两个国家是在西晋还在时就建立的，而他们的建国也标志着五胡乱华的开始。五胡16国时代总共经历2次一统，一次是氐族前秦苻坚，另一次是鲜卑族北魏拓跋家族，而后者更是进一步结束了这个时代。纵观整个五胡16国时代，可以简单分为4个阶段，各2次分合。西晋灭第一次分，前秦一统第一次合，前秦分裂第2次分，北魏一统第2次合。用这样的角度来认识这个时代，相对会比较好理解些。接下来我们来细细谈论这个时代。第一次的分，在西晋最终被汉赵灭国后，各族加速在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。这时的北方包括前面提到的匈奴的汉赵、氐族的成汉，还有汉人张实在凉州建立的前凉，鲜卑族所头部拓跋仪卢建立的代国，及慕容鲜卑在辽东建立自己的国家。在汉赵的第2任皇帝刘聪灭了西晋之后，就开始享乐不理政事，任凭底下的大将们各自占领地盘，汉赵内部开始混乱。到了刘聪的儿子刘粲继位后，局势更加恶化。刘粲生活糜烂，整日沉醉酒色，最终被底下大臣靳准杀害夺权。而刘耀和羯族的石勒得知消息后共同平乱，但属于黄族的刘耀在平乱期间就自行称帝，改国号赵，史称前赵。知道刘耀称帝消息的石勒十分不爽，也在另一地自行称王，建国后赵。而后后赵灭前赵，吞并了前赵的领土，石勒称帝，国号能称为赵。石勒积极治理国家，重用汉人张宾，重建经济，安抚士卒，一时之间让后赵壮大起来。石勒死后，其侄石虎杀害石勒儿子石弘，自立为王，但石虎性格残忍，生活奢淫，使后赵国势开始衰败。在石虎死后，他的儿子们包括杨子开始为争位互斗，彼此相杀，最后被杨子汉人南闵获得最终胜利，把国号改为魏，史称冉魏。冉魏因其汉人的血统，想和南方的东晋合作，一同驱逐胡族，但东晋因南闵称帝一事，不愿与其合作，反倒和向东晋称臣的鲜卑族慕容俊合作，联手灭掉冉魏，汉赵整个灭亡。而另一个最早成立的外族政权成汉，也在东晋桓温北伐时灭亡。
北方最早的2个政权就此消亡，但北方还是有其他的政权存在。前面提到凉州有汉人建立的前凉，前凉因为地处偏僻，较少发生战事，反倒成了汉族难民的最佳选择之一。大量西晋时的汉人逃往前凉，使得前凉得以保存大量的近代典章之录，形成了河西文化。而东北边的辽东地区还有慕容鲜卑的政权，在公元337年，慕容晃自称燕王，他抵挡住了后赵石虎的攻击，灭了辽西的段氏鲜卑，在重创了高句丽，慕容鲜卑的政权来到了高点。而后继位的慕容俊更是在东晋的支持下灭了冉魏，国力更加强盛的慕容鲜卑族就此建国，符号前燕。称帝后的慕容俊不再臣服东晋，自行独立。慕容俊去世后，由其子慕容伟继位，虽然有名将慕容恪辅政，但慕容伟腐败奢侈，将国库逐渐掏空，国势日渐衰弱。第一次的和，前面提到石虎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魏征魏导致国家爆发内战。原本是后赵将军的氐族人符洪，在石虎去世后投降东晋，并想趁着后赵阻止征魏内战时夺下关中地区，但被另一后赵将领麻丘毒死。而后符洪的儿子苻建继承父志，成功夺下关中，建立氐族自己的政权前秦，并且脱离东晋自行独立。在前秦建国之后，东晋多次派兵攻打，但都被苻建挡住，前秦国势渐渐站稳。苻建死后，由其子苻生继位，这又是个败家的主。苻建的侄子苻坚看不下去，将其杀死，取而代之。苻坚积极国事，并且重用汉人王猛为相。前秦在很短时间内国力大增，苻坚开始想一统中原。首先，他收留并重用被前燕逼走的逃亡名将慕容垂，借着他和王猛攻打前燕，并成功攻下前燕，前燕灭亡，前秦取了关东地区。再来，苻坚继续攻打周边各国，灭了氐族的前仇池，拓跋鲜卑的代国及汉族的前凉，终于完成北方一统。统一北方的苻坚野心更大，想统一整个中国。接下来就是上回提到的淝水之战了。第二次的分，淝水之战的结果，在上回谈论东晋时，我们已经得知，苻坚87万大军竟完败给东晋的8万军力，苻坚溃败逃回北方。通过前面已经介绍的几个政权的更替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，这些外族政权有一个特性，就是看拳头不看忠诚，谁拳头大我就听谁的，谁弱了我就反了。就在淝水之战快分出胜负的时候，前秦国内各族已经预判苻坚的失败，开始蠢蠢欲动。在确定苻坚战败的消息后，各族马上宣布独立。护送苻坚回国的慕容垂在河北地区复国后燕，前燕皇族慕容宏和慕容冲在山西建国西燕，前秦羌族将领姚苌独立建国后秦，而苻坚最终就是被姚苌所杀。苻坚死后，前秦另一鲜卑族将领祈福国人也独立建国西秦，氐族仇池氏杨定也复国后仇池。之前被苻坚灭掉的拓跋鲜卑族代国，其族内的拓跋圭也在代地复国魏，史称北魏，臣服后燕。另一名氐将吕光在凉州建国后凉。在苻坚败后3年内，北方地区包含前秦共分裂成8国，这样的状态维持了9年。第二次的和，从淝水之战公元383年结束后隔年，各族纷纷独立，在3年的时间内形成8国并立的局面。这样的局面到了公元394年又发生了变化。首先，后燕皇帝慕容垂灭了原前燕皇族建立的西燕，同时北魏在后燕灭西燕的过程中曾帮助西燕，因此慕容垂在灭了西燕后转而进攻北魏。在多次来往后，北魏反倒攻破后燕首都中山，逼了后燕迁都回自己的老家，并且分裂成2地。南方后燕领地的慕容德不想撤回北方，自行建国南燕，而北方后燕的继位者慕容熙昏庸无能，最后被胡化汉族的将军冯拔发动政变杀害，另拥立高句丽人高云为帝，后燕改称北燕。而后高云被内部叛乱大臣所杀，众人推举冯拔继位。南燕多次与东晋对抗，最终被刘裕灭亡，关东地区剩下北魏和北燕。到了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继位，南方已是南朝宋的时代，双方经常彼此攻伐。时间到了公元423年，北魏由太武帝拓跋焘继位，励精图治，国家实力大盛。在消除了北方楼兰国的威胁后，拓跋焘开始统一华北。先是攻下关中，把胡夏逼到平凉，
胡夏灭了原本想投降北魏的西秦，胡夏原想也灭了北凉，但被慕容鲜卑的吐谷浑偷袭而被灭，胡夏亡。到了公元436年，拓跋焘远征北燕，北燕亡。最后公元439年，北魏大军包围北凉，北凉末代皇帝投降，北凉亡。虽然还有一个后仇石未灭，但北魏已基本统一华北，结束了五胡16国分分合合的乱世，时代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。而最终苟活的后仇石也在公元443年被北魏所灭。整个北方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，被各大外族占领并建立不同的政权，彼此分分合合，其中有残忍对待汉人，也有重用汉人的。但不约而同，进到中原的外族政权，在中原文化的洗礼下，纷纷将汉文化融合进自己的文化里，从而诞生出更加多层次的中华文明，也为接下来的大时代隋唐盛世奠定深厚的基础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